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，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，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一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，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一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，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
只见他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，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月月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
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3号那天，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，看着冷清的街道，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。刚坐上车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。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，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。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，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。我看向了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，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。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：我喜欢你。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，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：谁呀？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，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殊不知，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，却再次收到短信：你必须做我女朋友，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什么鬼？这人有病吧？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：神经病。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，我也不再理会，放下手机，重新闭上眼睛假寐。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，不知为何，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。就在此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，幸好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语音电话。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，我不敢耽搁，赶紧按下接听键。小欧吗？今晚就辛苦一下，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。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，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。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，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，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。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，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。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，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。下一秒，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，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。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，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。打开朋友圈，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，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。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，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，是真够悲催的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到了家楼下。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照亮，一路走到电梯前，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不会是跳闸了吧？我心里1万只羊驼呼啸而过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走楼梯了。爬到8楼，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。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，我咽了口水，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不知为何，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，赶紧掏出家门钥匙。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，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。霎时间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，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。就这样，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，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，把我的嘴堵住，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。我用尽全力挣扎，妄想能摆脱魔爪，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，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，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，撞到了后脑勺。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，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，奈何漆黑的环境下，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。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，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，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。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，似曾相识的情景。我按着太阳穴，头有点痛。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。天果然在下暴雨，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，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，跟梦里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2月14号0点，我惊吓着醒来，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喜欢你。似曾相识的情景，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汗毛直立。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，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。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。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，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。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，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。对于这种变态，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。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：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晕车啊？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。我看向他，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。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，
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在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。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。与此同时，和梦境里一样，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，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。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，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。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，两眼直冒金星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。房门被打开的刹那，手机再次响起，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，结果看到消息，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。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会杀了你哦。是那个变态。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，可惜为时已晚，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。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一把捂住我的嘴，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。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，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。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，微微颤抖着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。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。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，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，掐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意识开始变得模糊。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，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，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，都是真的。果然，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，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。车窗外的倾盆大雨，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，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。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，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。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，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。我看向了司机师傅，张了张嘴，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师傅，您能送我上楼吗？我可以给您加钱。听闻此言，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。我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。这一次，他终于下车，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。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，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。这次，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，家里也断电了。我锁好门窗，拉上窗帘，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。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，谁？我颤抖着问。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，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，你会怎么办？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。谁？我颤抖着声音问。是我，赵宇，电脑给你送过来了。听到同事的声音，我缓缓放下戒备，打开了房门。透过门缝，我看清了赵宇的脸。怎么不开灯啊？家里断电了，我无奈地说。我去看看。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，不久家里的灯亮了，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。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，我想着一个人害怕，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赵宇问。我还来不及开口，手机震动了起来。这个男的是谁？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？我瞬间崩溃，泪水控制不住。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。有个男的想杀我。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，看了短信内容。赵宇安抚我。你打过这个电话吗？我摇了摇头。他拿过我的手机拨了过去，片刻后皱眉。打不通。我要不要报警啊？赵宇帮我分析。你现在没出事儿，没有证据，估计没法立案。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，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。短信又亮了。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？外面轰隆一声，灯再次灭了，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。赵宇打开了电筒。是不是又跳闸了？我出去看看。我立刻拉住他，让他不要出去。不要紧的，我去看一眼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打着电筒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随后把门合上。我贴着门，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。突然一阵哐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，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，我吓得往后退缩。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：不救他，他肯定会死的。我打开一个门缝，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，我将他拽进屋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，血鼓鼓地往外流。我胡乱地用毛巾帮他按住，但是无济于事。临死前，赵宇抓紧我的手，他睁大着瞳孔，停止了呼吸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也漏了好几拍，随后才想到报警。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，我停下了。赵宇是因我而死的，如果我重来一次，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我捏紧门把手，如果还得死一次，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。
我颤抖着手，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，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，愣怔在原地，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，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：是你！我的心突然好痛。再次醒来后，看着窗外的雨，我泪流满面，心却无比平静。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是我的前夫宋文杰。我们结婚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，还不求上进。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，我在外拼命的工作，但每次加班回家后，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，吵了很多次架，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，否则他就会发飙。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？宋文杰为了监视我，还监听了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我去谈业务，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，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。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，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：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不小心这么做的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，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，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，离开了这座城市，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。但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他还是找来了。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：宋文杰，我在家里等你。捏紧了手机，我决定赌一把。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，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，也没有让赵宇过来。在楼下的时候，我发出了一条短信，随后回家，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咬了咬唇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：宋文杰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？不可能，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，你逃不掉的。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。宋文杰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。你怎么能不爱我？你必须爱我，你只属于我。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，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。我瞄了眼时间，差不多了。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，一声闷响后，他并没有倒下，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，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：哪怕是死，我们也要在一起。我没有躲弹，微微偏过了身子。恍惚间，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：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等我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。我知道自己赌对了，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看到我醒了，红了眼眶。丫头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？得亏没有刺中要害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宋文杰已经被抓了，你别害怕，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。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，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。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。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
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，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，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。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当你洗脸闭眼睛的时候，是否和我一样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你呢？这种感觉在我搬家之后尤为严重，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喘息声，但每次我强行睁开眼往后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。但后来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让我从此以后活在了阴影里。因为图上班方便，我便想在公司附近租房。很快我便在网上找到了一间公寓，房间刚装修完不久，房租也很实惠，但是房东唯一的要求是女生入住，这让我有些疑惑。在看房的时候，我就问了房东，他告诉我女生比较爱干净，不像男生一样邋遢。我便没多想，果断与房东签下了合同。我自认为我的警惕性比较高，所以在搬家之后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不但换了门锁，而且还在门口装上了可视门铃。因为刚搬新家，当晚我就喊了闺蜜小美和她新交的男友来我家玩。她的男友我也是第一次见，人看着很干练，聊天中了解到他是一名特警，看着男友力十足，我也挺为小美感到开心的。因为收拾到很晚，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已经快迟到了，着急忙慌地赶出家门，恰好碰到了房东拎着垃圾从门口路过。房东，你来找我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后面几间也都是我的房子，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随时喊我。我不禁有些羡慕房东，每个月收租不用上班也太爽了吧。因为着急上班，没多聊几句，我便赶去公司了。但没过几天，便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首先是我的零食会莫名其妙地变少了，其次是卫生间的镜子上出现了奇怪的掌印，位置比较偏左。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，以为是我无意间碰到的，便顺手擦掉了。但最近我总感觉每天睡醒会特别累，好像每天晚上跟人打了一架，
出于警觉，我还特地看了家里的可视门铃和电子锁的开门记录，都是正常的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甚至总感觉我洗脸的时候，好像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我，隐约还能听到呼吸声，但等我睁开眼看的时候，却什么都没有。闺蜜还安慰我，你太多疑了，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，别不开心了，我晚上过来陪你聊聊天。晚上小美来了，还带着我最爱的奶茶和烤串，我们边吃边聊，心里确实也轻松了很多。期间小美去了卫生间，但随后神色紧张地从卫生间出来，拉着我走到了镜子前，指着镜子上的手印，满脸慌张。你看，这个手印很奇怪，虽然模糊，但这很明显是男人的手印。我的视线随着小美的手望过去，惊讶地发现这个掌印的位置还是一样的靠左，而且明显要比我的手掌大一些，也印证了小美的说法，这肯定是个男人的手掌印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。小美颤抖地拿起了手机，拍下了照片发给了她的男友。她男友很快赶了过来，安全起见，他很快检查了一下屋子，包括柜子里、窗帘后，甚至门口的可视门铃都没有发现异常。那掌印好似凭空出现在镜子上似的，难道这是灵异事件？这不禁又让我心惊胆战起来。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，小美的男友一直注视着镜子，只见他突然用手按在了镜子上。不对，这镜子不对劲，怎么了？我哆哆嗦嗦地问他。我的手指与镜子里的手指之间没有空隙，这是一面双面镜。随后他又轻轻地敲击了镜面，声音空洞且带有回响，这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。双面镜的话，如果对面有人，他是能看到你的。随后顺着掌印，镜子竟然被他推开了。此时房东的脸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，他满眼血丝，好像被惊到了一样。我满脸不可置信地大喊了一声，是房东。随即小美的男友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她按在了地上。小美也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事后了解到，房东经常通过改装的镜子窥探着我，甚至在我的零食里放了药，通过针孔摄像头发现我熟睡后爬出镜子侵犯了我，而且把视频还传播到了网上。可怕的是，这一切我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知道真相的我崩溃了。小美安抚了我很久很久，该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坏人，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把过错全都加在自己身上。我抱着小美痛哭出声，这个畜生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室友的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辈子阴影。我们大学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4人宿舍，还有一个大大的衣柜，分成4个人使用，每个空间都比较充足，能放很多东西。我其中一个室友叫小美，性格比较孤僻，平常跟我们也不怎么说话。虽然在一个寝室，但她总是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人亲近。而最近我们寝室的气氛更压抑了，可能是失恋的原因，小美在寝室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大家晚上也总被她的啜泣声吵醒。虽然知道她听不进去，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安抚一下。这天晚上9点半，洗完漱的我们发现小美还没回来，但是以前她经常夜不归宿，所以大家并没有在意。小可还在一旁说，真好，小美不在，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就是她在寝室感觉气压都变低了。小西也应和着，还八卦起了小美的男朋友。我也在一旁笑盈盈地听着。很快10点多，寝室熄灯了，麻吉先生的视频也刚更新，我也兴致勃勃地在评论区留言。突然收到了一个短信，是小美发的，我晚上不回寝室了，麻烦帮我锁个衣柜，钥匙在我桌子上。没多想，我回复了好。我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摸黑爬起来帮她锁了柜门。第二天必修课比较多，但小美依然没来，我心想着是不是睡过头了。小可还帮忙答了道。下午课间的时候，我便打电话过去，发现电话关机，她估计手机没电了。晚上小可买了螺蛳粉回寝室吃，我忍不住吐槽这味道真的冲。因为第二天的考试，我还堵着鼻子紧张着复习。奇怪的是，当天晚上小美还是没回来，我也打了几通电话，可都是关机状态。我又给她发了信息提醒，小美别忘了明天考试。想着考试她肯定就会回来了，可直到考完试小美依旧没出现，我们才意识到不对，赶忙通知了导员和学校。一整天时间，老师和同学都在帮忙找，甚至小美的父母也连忙从外地赶了过来，一直没找到，也没有人见过小美。警察也很快介入调查，我们3个配合录完口供到寝室也已经很晚了。洗完漱便昏睡过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手机的短信声，打开手机看到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瞳孔大张地盯着这条信息，脸上渐渐地冒出了冷汗。短信是小美发的，麻烦你帮我开下衣柜。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安静漆黑的寝室，我缓慢地挪开被子，坐了起来。
我望向衣柜，甚至不敢下地，我颤抖着伴随着哭泣的声音喊起了他们。随后小西跑去通知了宿管，我不敢在寝室待着，小可便陪我走到了寝室门口。2名宿管听了小西讲述后，其实也是胆战心惊，但职责所在还是拿钥匙打开了那个柜门。里面的景象顿时吓坏了大家，柜子里是头发散乱、身体僵硬且浑身带着点排泄味道的小美。她是打算把自己关在柜子里活活憋死，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，求生欲让她发了那条令我毛骨悚然的短信。最后奄奄一息的她得救了，我们也被吓得不轻，果断在第2天要求学校帮我们换宿舍。小美在那之后也被爸妈接回去了，直到毕业，我也再没见过她。